神秘力量对俄罗斯的越境打击，可能意味着泽连斯基有被架空的危险。大家好，我是石涛。最近俄乌冲突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俄罗斯边境城市别尔哥罗德市出现了一支神秘的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越境的打击。那么从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一些信息来看，这一支部队装备不可谓不精良它已经装备了包括美制的悍马战车以及其他的一些这个援乌的装备在内的这些重型武器进行了对俄罗斯的这个打击。那么实际上别尔哥罗德市在战争的初期俄乌冲突初期的4月份就曾经遭到过乌克兰空军还有乌克兰的武装直升机的越境打击。那么那一次呢是击中了一个炼油厂，但是战争打了这么400-500天一直没有这个势力通过陆路边境渗透进别尔哥罗德进行破坏。但这一次意义可不同这一次是一支这个神秘的力量从陆路进入到了别尔哥罗德市，所以说这个性质是大大的不同的。那么这件事情本身看起来好像对俄罗斯的这个伤害不大，但它的意义是非常明显，那就是这一些援乌的装备在援乌的时候都有一个重要的条件，那就是不得进入到俄罗斯的境内对俄罗斯进行袭击。那么这也是之前欧洲包括美国对乌克兰援助的先决条件，因为他们不想让自己掺和到俄乌冲突里面，不想体现出自己直接下场的这么一个事情。但是这一次无论是谁动用了这些装备他们是在俄罗斯的境内被击毁了，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证据。因此这件事情的性质就大为的改变了。所以发现了这点之后呢，美国政府是第一时间就跳出来澄清并不是自己参与的介入了。而泽连斯基方面，也就是这个乌克兰政府方面，也极力的否认是乌军的正规军进行了这个越境的打击。那么这两点都可以看出来，实际上对于这种援乌装备被投入到俄罗斯本土进行越境作战，他们是非常的警惕的。那么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是谁要把这个武器引入到俄罗斯境内进行作战呢？那么现在就有2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泽连斯基的政府控制下，为了突破美西方援乌武器的限制，采用这种切香肠的方式，把这些现在看起来无关紧要的武器投入到了俄罗斯越境作战中。那么未来一旦这个突破口打开，是不是就可以把包括了风暴阴影包括 F-16战斗机这类的重装备投入到对俄本土的打击，把战火烧到俄罗斯本土？那么这个观点呢，看起来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在逻辑上可能会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毕竟乌克兰方面目前的这些重装备都是化援而来，如果背后的美西方势力意识到了这样的作战行动可能把自己牵扯进俄乌冲突中，那么就有可能停止供应相应的装备，断绝乌军的这个装备来源。因此这种暗度陈仓式的这种切香肠我认为可能性稍微低一点。那么这就引出了第2种可能性，也是更可怕的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泽连斯基政府已经开始失去对下面具体某个武装力量的控制力。实际上在之前的一些行动中，我们已经对泽连斯基政府对下属的这个控制力产生了一点怀疑。就比如说在之前的就包括了这个无人机进入到俄罗斯的这个机场进行这个拍摄包括了一定的这个模拟袭击，还有呢包括了大家瞩目的在胜利日之前的这个无人机攻击克里姆林宫行动。那么这些行动呢都是被乌克兰政府方面给否认的说乌军没有参与，但是呢也都留下了实质性的证据。那么之前呢咱们的猜测呢是俄罗斯境内的某些这个同情乌克兰方面的力量进行这些破坏，但这一次咱们说在别尔哥罗德的这一次这个越境袭击可是不一样毕竟已经留下了这个西方援乌装备进入俄罗斯境内的铁证。那么所以我们大胆的设想，有可能在乌军的某一些局部方面已经对泽连斯基政府有所不满，甚至这些部队直接听令的就是其他国家的一些政令，或者是乌政府中其他山头的政令。那么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为了一些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因此进行了这种对俄罗斯的越境打击。那么实际上咱们要注意到这样的打击对俄乌冲突未来的走势是非常不利的
在这个巴赫穆特战役进行到尾声的现在这个阶段，实际上是有一个窗口期，让俄乌两方能够冷静地坐下来，看看是不是能够通过一些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式来将这场战争做一个终结的。但是这种越境的破坏，实际上是在对这种和平谈判可能性的一种摧毁和打击。那么以俄罗斯方面的这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这种血性未来很难免会在冲突中对此进行报复和升级。那么这么看，这样的越境打击对俄乌冲突和平解决可以说是蒙上了一层深厚的阴影。大家对这些话都是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交流。感谢您的关注、点赞、转发、支持，咱们下期再见。